女枪万金油的称号，它真的不是白来的。最近版本还迎来了一波小加强，初始攻击力从53提高到了55点，这对女枪来说真的很关键了。就拿新英雄云安娜来说，她的初始攻击力都有61点，你就知道女枪之前有多难受了。开局天生就比别人少一把多兰剑的攻击力。这局对线的是厄斐琉斯加露露，其实并不好打的。女枪有个小技巧，就是先把小兵 A 残再出 Q， 这样比较容易打出暴击 Q， 不用非得等小兵最后一次血了再 Q， 提前 A 小兵压一下血量，能打个措手不及。等第二波兵线汇聚，锤石提前站住了中草，我们拖 A 一发平 A 之后进草拉扯，再回头打个 QA 打出强攻，血量优势一下子就拉开了。我们这会儿没有急着抢线啊，继续在侧边压制露露的血量。锤石 A 兵升到了2级，我们先打脸上的露露 ，A 出强攻的增伤，再输出厄斐琉斯。锤石 Q 出他的闪现后，我们继续 A 露露，进草卡下视野，继续 A 脸上的厄斐琉斯。厄斐琉斯退了，我们就 A 露露，露露退了，我们就 A 厄斐琉斯。再打一发 AQ 打出强攻伤害，假装回头闪现再补一发平 A 拿下1血。这里假装回头是我没有注意到露露盾什么时候放的，回头给他一个我不想追了的假象，反正闪现补一发平 A 的距离肯定是够的。重新上线后，兵线是回推线，趁卡线的功夫，正好聊聊这盘的出装思路。面对露露这样的辅助，我们女枪其实完全可以第一剑直接出巨蛇之牙，它提供的攻击力和穿甲属性都很适合穿甲流女枪，再加上破盾的效果，这局出它非常合适。第二件装备继续补穿甲装，幽梦、狂妄或者竞技时机都是可以考虑的。这个版本公里圆弧和亵渎九头蛇也迎来了加强，不过九头蛇更偏向于近战刺客，公里圆弧降价之后性价比还不错，从原来的3000降价到了2750，和女枪也算沾一些边。再后续的出装可以根据局势来选择，塞瑞尔达或者带一些保命属性的夜之锋刃都是可以的。时间来到6分钟，打野第一波来下 gank， 因为我们一直在卡线，和到打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位置有点远，没法第一时间就帮上忙。看到对面打野从后面绕过来了，我选择优先处理身后的敌人，和 TP 下来的希亚娜一起先收掉了狼狗，但从这里开始我失误了，给大家做了个反面的教材。这时候要么跟队友一起追人，要么去拉到墙角回血吃药，但是我当时打得有点上头，觉得自己能随便操作，能扭掉技能，结果梅尔给我脸上一巴掌给直接给我送回家了。复活回到线上之后，对线期还算平稳，直到我做出了巨蛇之牙，兄弟们直接看一下效果，2个 Q 打出去，给他脑瓜子都弹晕了，有露露的盾也根本没有什么用。时间来到9分钟，这时候中野没有露视野，所以我的站位一直比较靠后，锤石直接越过兵线开团，我们超远距离一阶大招补伤害，不仅打掉了露露的闪现，还顺带蹭了一波炮车线。这时候突然看到身后的狼狗出现了，我们赶紧打一发 AQ， 然后点灯笼拉开，保持好 AD 该有的输出距离，然后再开始反打。锤石又一发精准的 Q， 成功逮住了狼狗，补上2发平 A， 先抬走一个，再 AQ 打退厄斐琉斯，顺势追击一下。结果看到身后的梅尔出现了，我直接闪现向前追击，同样的位置绝对不能再犯第2次错。回头看一下梅尔的血量，一个 E 减速，利用 W 加速躲开控制，再接 AQA 持续输出，成功反杀梅尔，拿下团灭。这波凭借着锤石的神 Q， 为我们创造出了完美的输出环境，完成了一波精彩的2打4。自己有了优势，第一个想法一定要想办法先反馈给打野，帮打野控中立资源或者帮忙反野。我们正打着小龙，锤石站住草丛，盲视野 Q 中了对面 AD， 我们跟上 AQA 打出强攻，站着普攻就行，大招根本不用教，继续点灯笼跟进。锤石的 Q 起到了逼走位的作用，正好给了雪人推雪球的空间，我们直接大招灌伤害，再次完成击杀。拆了下路之后换线来中路，上单位是我们玩 AD 最难辐射的，所以一般 AD 玩家最讨厌上路炸线了。这盘克烈也一直是在挨揍，退了中线之后，看见克烈在草里蹲人，我们女枪支援边路的速度在 AD 里绝对是最快的那一档。注意看，这是一波炮切线，鳄鱼肯定会推完线再走，就算他从河蟹的视野上看到我们往上靠，也不会立马就跑的，他肯定觉得吃了线能随便走了。结果正如我们所料，鳄鱼清完最后2个兵，正要撤退，被草里的克烈拴住了，直接抬走。回头发现野区又打起来了，立马点信号赶去支援。路上碰到个梅尔，只能先选择处理眼前的人，一发普攻出手，直接逼出了他的反弹技能。这时候看到草里还猫着个打野，他大半个血的情况下，我们平 A 接 Q 直接收下，因为女枪第一发平 A 会附带被动，相当于2倍的伤害，一个 AQ 直接就能给他秒了。这波打完，对面彻底没有反抗的能力了。女枪这个英雄真的非常值得一练，穿甲流和暴击流根据阵容来灵活选择，能让你的水平更上一层楼。OK，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。暴击流女枪绝对是当前版本最全能的 AD 之一，高额的移速，爆炸的 AOE， 再加上 W 开启后的持续输出，每一点都能在实战中给我们巨大的帮助。尤其是做出了饮血剑之后，护盾的效果可以保证我们的大步流星不被轻易的打断，再加上女枪被动第一枪自带双倍伤害，攻击力越高，收益就越夸张。饮血剑作为基础攻击力最高的装备，和女枪简直是天作之合。这一盘我们女枪打卡莎，完全就是胖虎打小夫，两边辅助都是带钩子，说白了就是比哪边 ADC 先失误。因为锤石是长手，我们在推线和抢2方面更占据主动权。
拿到线圈之后就盯着自家小兵的血量，卡莎只要想补刀，我们就找机会打他个 QA。要知道啊，女枪的 QA 还能附带被动的伤害，比大多数英雄 QA 爆发都要更高。等 Q 技能 CD 转好，直接弹射小兵，就算不暴击也能打出了 Q 的基础伤害加被动伤害。这时候我们补掉一个远程兵加2个近战兵，顺利的升到了2级。刚好锤石被机器人 Q 过去了，我们立刻跟上输出，凭 A 接 Q 闭眼打伤害，再 A 一下卡莎刷新自己的被动，最后闪现一枪直接带走机器人。拿到线杀之后，记得先去做个视野，再回头清兵，不然要是被对面打野抓到，之前的优势可能一下就没了。对线这个组合其实压力不大的，等级起来以后 ，W 技能点高了之后，机器人就很难勾住我们了，到时候着急的可就是他们了。我每次视频都提醒大家注意看打野的动向，男枪刷完了 F6 正往河道靠，这波想配合男枪打出效果，就得故意把兵线放出来。很多兄弟有个坏习惯啊，就是拿到优势之后，兵线一出来就直接推掉，这个毛病真得改一下的。男枪已经绕后就位，锤石又被勾中了，我们直接把枪林弹雨丢给 AD， 回头集火辅助 ，W 的时间快结束了 ，A 一下小兵，减一下 CD， 机器人交闪逃跑，正好撞上男枪，一枪直接做掉。锤石极限距离闪 Q 留住卡莎，我们补上伤害，轻松拿下这一波。这机器人的钩子是真准，可惜出手时机总是不对，2个 Q 直接让自家下路崩盘。回家补出暴风大剑之后，就算不靠暴击 Q， 也能打出119加62的伤害。锤石海克斯闪再次勾到了机器人，但是地图上拿不到猴子的位置，只好先放弃了。不然我刚才6级这波是随便打的。我们去河道补一下视野。AD 自己去河道做视野的话，记得先用技能探一下草，别直接走上去杀野，不然草里蹲个打野可能瞬间就没了。时间来到9分钟，辅助区游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控线发育，这点大部分观众都懂，但是实战中常常会忘记，结果就是被对面趁机2打1，刚拿了优势就送回去了。回到正常对线后，两边辅助都回了下路，猴子也是来到了下半区排野，机器人闪现 Q 中锤石，我们利用一技能阻断 AD 输出，向下走位躲开猴子的突进，拉开到安全距离之后开大反打，先配合防御塔收着打野，状态还很不错，可以尝试追击一下。虽然中单一直在发 miss 的信号，但男枪也在我们身后，点个灯笼位移逼出卡莎的闪现就够了。谁知道岩雀还不肯放我们走，大招直接断后，我们先扭掉岩突，预和机器人的距离，不要给他 E 的机会，再次走位躲开钩子，配合男枪反打。最后极限距离1 Q 收尾，成功反杀3人，活到了最后。这波打完，我们算是彻底起飞了，但队友的情况却不太乐观。卡莎连穿草丛做视野，被锤石直接勾中，我们点灯笼跟上，开 W 接 AQA， 瞬间就给他带走了。再转火机器人，可惜没有人能帮我们刷新被动，机器人又触发了余震，后续的伤害明显能感觉到乏力很多，只能先回头处理猴子的。此时岩雀再度赶到了，我们只能先暂时后撤了。把位置让出来之后，对面竟然在少了一个 AD 的情况下强行开小龙，我大招还差1点 CD 赚好了，这波有大的话随便收割的。注意看一下龙坑，机器人刚好卡在视野盲区里出钩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控了。尽管开了屏障硬扛，但一个贴脸的 AD 还是被轻松秒掉了。这波的视野差真的是太伤了，兄弟们！我当时连收割的画面都想好了，结果就这样结束了。重新回到线上之后，下路依然可以轻松掌控局面，但必须要更加注意对面中野的动向。现在岩雀的优势很大，支援边路又特别快，所以防御塔只剩最后1点血了，我也不敢强行点。这个时间点如果再死一次的话，这局游戏恐怕就变成岩雀的个人秀了。能不能赢全看这段时间。等到岩雀出现在视野之后，锤石又被勾中了。好在我们看到了对面中野的位置，所以这波 2v2 是随便打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机器人挺逗的，几乎每次出钩都在自爆。游戏来到了中期，这也是我们 AD 玩家最容易暴毙的阶段，站位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啊！这波锤石勾中了机器人，等锤石挡在我们前面，我们再开大打输出，关掉大招，躲在岩突，回头边退边 A， 绝对不要谈伤害，配合男枪先输出猴子，看到卡莎逼近，点个灯笼回到队友的身边，先集火岩雀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冰杖岩雀真的是又肉又能打，根本点不动他，一个人硬是分争了我们4个人，手上还有闪现加屏障，我想尝试追击一波，但被动还没有刷新，还是挂在岩雀身上的，所以这波伤害差了一些。最终阿卡丽及时赶到，终于是收掉了岩雀的终结。刚补给完状态，又迎来了小龙团，锤石勾得很准，但我们没闪没大的情况下，实在是无法打伤害。想绕过去又怕队友撑不住，只能贴墙尝试输出。AQA 先收下机器人，杰斯也被堵在龙坑里，等大招 CD 转好直接扫，再回头逮捕卡莎，艰难的赢下了团战。这波打完，队友装备也是逐渐成型了，团战就好打了很多。像这局我们出了鹰血剑加不假切，猴子加杰斯很难直接切死我们，清一波兵线状态又能恢复满了。这就是鹰血暴击流女强的魅力，不只是拼谁的伤害更高，更是拼容错加续航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暴击流女强的玩法思路了。喜欢这类 AD 教学的话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